我们恋爱到结婚已经4年了，他从来没有给过我想要的安全感。他的前任一直都在干涉我们的生活，真的让我感觉到心很累。他年龄比我小，有的时候太敏感，不成熟，每次和异性有联系就要怀疑我，跟他解释也不听，还要跟我闹离婚。他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，每次和他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总是沉默或者是敷衍了事，还总是限制我和异性朋友出去。感觉我在他的心里一点都不重要，我就是想问问他，到底能不能给我一个保证和一个承诺。我希望他哪怕给我一点点的信任，真的不想再继续这样吵下去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蔡先生36岁，来自辽宁工人；林女士25岁，来自辽宁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2个是夫妻关系。结婚了是吧？对。结婚多久啊？结婚1年多一点。结婚1年多啊，好像这个信任出了问题，是这意思吧？我听下来。对，他以前结过婚，有过婚史，然后有一个前妻。我们俩在刚搞对象的时候，他前妻就经常联系他。刚开始我觉得，哎呀，就是朋友之间嘛，联系就联系了。后来他们之间联系就特别频繁，1个月几乎打电话就10次往上的那种。干嘛呢？他前妻有一个房子在鞍山，因为我老公是鞍山的，然后他那个房子就。让我老公帮他出租，要帮忙什么的，然后他就总以这个为借口，然后他们2个人就总聊天，然后还说请他出去吃饭呀什么的，他也都是同意。然后更逗的一次是那个我们过节的时候，我在他父母家，他前妻就打电话了，就说你在干嘛？然后他说我在家呢，然后他前妻就说那个咱爸咱妈好不呀？过节了我上你们家吃饭吧。而且他也知道就是已经有我的存在了，然后他也是不拒绝，而且打电话那阵儿刚开始我不知道是他前妻，我就以为是朋友，我还问他，我说这是谁呀？怎么还打电话还咱爸咱妈的？然后他告诉我，然后刚开始没说，就说朋友。后来我说你别闹了，我都听见了，那不就你前妻吗？我说你实话实说能怎么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已经知道你有婚史，我就指定不会建议，那你为什么要瞒着呀？我这不是喊你多想吗？那你不解释他才会多想啊！你要解释的话，我就不多想了。还有一次哈，主持人可逗了，他那个前妻给他打电话，然后问说：“哎呀，你处对象了？你这对象比你小这么多，我们俩相差11岁嘛。说你对象小这么多，你能不能被他骗了呀？然后就是别再又骗钱又骗色，然后就特别诋毁我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如果你要是关心一下，你成关心你，然后说我骗财，关键是你有色吗？你说这个东西，你但凡让一个女孩听了心里也不舒服。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在你跟他的交往过程当中，对，在谈恋爱期间。那后来为什么还嫁给他了呢？那么不舒服了，心里都。之后他给我保证了，然后说那个我以后指定不会这样了，会断了联系。然后他对我其实平时挺好的，然后后来这不就2个人在一起结婚了吗？结婚了之后也是给他发微信，我最后不也把他拉黑了，也不你还好意思提拉黑？是因为我跟他闹离婚，我说你这闹来闹去的，我说咱俩这婚姻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跟你保证完事儿，我不也都拉黑了，也不联系了吗？”之前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拉黑过1回，是我自己偷摸拉黑的。拉黑了之后，他就给解开了。我连续拉黑了3回，他解开了3回。然后他现在又在跟我保证这些东西，我就有点不太相信了。但是现在我不一直没联系，再说。主任，他那朋友也更不靠谱，就是你们俩互相哈。来，你说说你的委屈吧。我跟他是异地，然后我在鞍山，他在沈阳，然后他因为我跟我回鞍山待了一阵子，然后他沈阳的朋友就要来鞍山看我们，也是他异性朋友。我说行，可以过来看，然后咱招待人家吧。然后都定好了，然后咱准备去接人家的时候，他的朋友就说不过来了。那他不有事儿才不过来的吗？是，那没事儿的话，他不就过来了吗？然后过几天又说要过来，我说行，咱去再准备再结呗，就是又不过来了。然后第3次时候又要来，然后他说3点过来，我说3点也行。然后我就准备要请假，他又告诉我改点了，告诉6点再过来。
那你说谁心里能高兴？而且提前已经放过2只鸽子了。但是你那天一点面子都没给我留。我把我朋友接到家了，他生气了，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下来吃饭吧。我说怎么的也得见完朋友之后，你回家吵架再怎么吵是吧？你怎么的都是家里的事儿。他没有，他就是特别我生气，所以我才不去见他。特别倔。我说你下来吧，然后也不下来，然后我朋友还特别尴尬。所以你说这件事儿的是为了表达什么？就是他这朋友挺不靠谱的，因为提前放过2只鸽子。不靠谱，你看。然后紧接着过一阵子，他就管我媳妇儿借钱啊，借钱我就告诉他这人不怎么靠谱，咱就别借他。结果他也不相信我，等我让他管人要的时候，人家就直接把他拉黑了。啊，就是你要说的是你爱人交友不靠谱。对，然后还不相信我，因为我已经告诉他这人不靠谱了，他现在相信我，咱就没有这个损失了。我都已经1年多没见过他了，时间也是能改变一个人，但是我不知道呀。他要是相信我，这些就没有必要的损失。那我怎么相信你？之前发生那么多事儿，你说我怎么相信你？行，咱们先放在这儿不吵啊。还有别的吗？有，他特别不喜欢就是宠物，然后我特别喜欢。那是因为他是敏感体质，动物身上会脱毛啊，像什么的。那也不至于因为个宠物，我们俩去闹离婚，去到民政局领证吧。然后领了吗？没有，特别逗。民政局就是因为我们搬家了。我们当时都在气头上，就为啥气啊？你能想象到一个男人跟宠物吃醋吗？我买的那个雪糕嘛，然后我合计我自己吃，然后邻居就把他们家宠物带过来了，我就特别喜欢，然后给宠物吃了2口雪糕，他就不乐意了。然后就撂脸子，你买2块雪糕，1口都没给我，然后你给，你看，就是因为跟宠物吃醋，然后我就当时看出来他不高兴，我合计那得了，我说那哄哄吧，然后我就哄他，哄了1个多小时也没哄好，然后我把饭菜什么的都做好了，都端桌子上去了，我说老公你别生气了，我说我下回不给了还不行吗？然后那也不好使，那在气头上那你在气头上你就掀桌子，那你再给我买1串雪糕也许就好了。那你也没说呀，然后就把那还用说吗？然后他就把桌子给掀了，掀完了之后我就感觉自己倍儿委屈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哄也哄了，然后之前他还一直都那样，我也没说什么，然后他就把桌子什么都掀了，然后我说那咱俩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咱俩去领证吧。我说我也不想跟你过了，然后他还掀桌子，不用你靠边，靠边就靠边。然后我每次让他解决我们俩之间的矛盾的时候，他就是可敷衍了。这个你喜欢宠物，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不知道吗？他知道，但是一直没让我养。后来我拒绝了，就是刚才不想养带毛的，但是之后他，架不住远磨硬泡嘛，然后就同意了养1只，然后现在你问问他现在家里多少只了？什么呀？猫咪。哦。宠物猫。养了多少只？家里现在应该是10只，就是喜欢。我跟他有过底线，我告诉他宠物不行上床，因为床毕竟它有菌嘛。然后有一次我下班回家以后发现，他身边围了8只宠物在呢，在床上，当时我就挺生气的。那你现在一天天都不靠谱，白天上班我也不知道你，我就反正不信任你嘛，然后我就把所有的宠物当成我的一个情感寄托，然后白天没事的时候跟他们聊聊天。关心我，不喜欢关心那些。那你让我信任你，我自然就关心你了。我现在对你的信任度都可低可低的了。你们俩现在还异地吗？不，我们2个结婚就是不异地，我就跟他去鞍山了。啊。原本合计找一个岁数大的男人，就是能包容你嘛，然后能像就是当父亲一样，就是宠着你啊什么的。但是现在明显就不一样。你白天不工作吗？我现在自己开了一个花店，在沈阳。所以你的时间精力是花店和猫咪，对吧？对。啊，方便问一下，上一次婚姻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吗？就是我达不到他想要的那种要求。哦，就分开了。为什么还保持联系呢？就是他上外地了，但是在我那个城市还有房子，然后对我比较放心，让我帮打理一下。你们第一段婚姻有孩子吗？没有。这个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呢？我不喜欢孩子。哦，就不太想要。他倒是挺喜欢的，想要。然后现在不是就把小宠物当成孩子那么养。哦。那你觉得你跟你的前妻联系的密切吗？
我觉得还可以，但现在已经都断了，因为断了多久？能有1年以上。哦，没有，8年多吧。不联系了。对，啊现在都因为那是要闹离婚，他就说再如果不闹，闹离婚的话，可能你还联系是吧？就是能帮就帮一帮忙嘛，毕竟你把它当成一种帮忙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啊，但是这对你来说就觉得这个男人心思是不稳定的，对吧？对，那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没有秘密什么的会好一些吧。你是觉得他秘密太多，对吗？对他特别矛盾嘛，然后总说。但是我接电话什么，我从来不背着你啊，这不就是对，不从来都隐瞒吗不背着我，然后我问谁的时候也从来都不说是谁，就说朋友。所以其实，在你的心里，他说什么，现在你已经不太信了，是吗？对，他说不让你养宠物，你会不养吗？不会。我希望他把动物上爱转移到我上一点，哪怕一点的，因为现在他对我就是，哪怕我2天不吃饭，他都不搭理我，只管他那些小动物给人家添水添食儿的啊。所以为什么呢？看起来好像挺可怜的啊，说你看我老婆现在对宠物都比对我好，实际想一想，为什么在他的内心，你的地位会一天一天的下降？你们的所有原则性问题，全是不达成共识的。那这个婚姻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看你们的这段婚姻，这么看来的话，摇摇欲坠了。我总结2句话：小事无法忍让，大事无法妥协。这就是你们2个人现在婚姻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你们2个人啊，没有想好怎么样去经营这段婚姻，甚至没有想好对方是不是我要的那个人，甚至我都不了解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盲目的进入婚姻了。然后现在就是一落实到柴米油盐的问题、生活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们完全没办法沟通，完全没有达到任何的一点的统一。只有触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，才会嚷嚷着打着爱的旗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。触及自身利益什么？他的钱被骗了，他的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啊。触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是什么？他前任联系他，你心里不舒服了。所以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们才会说你爱不爱我呀？爱不爱我？你不爱我，你对我不好了，才会打着爱的旗号来吸引对方的注意。可是平时的时候，你们那么多现实的问题，没有坐下来共同去商量，没有想自己未来婚姻的路到底该怎么走。大块的问题我不说了，我就说一个小的点，在前任信不信任的这个问题上，要看的是现任的态度。你们之间的联系有没有影响到现在这段感情？如果有影响到现在这段感情的状态，那要不要联系就在你。如果继续联，断了。听我说，如果继续联系的话，你就是要旧情复燃。好吧，我要说就这么多，谢谢。2位今天走到这里，目的是要继续生活下去。我现在说不好。你说不好。对。那你呢？我希望是把问题解决，解决问题，继续往前走。如果真是想继续往前走的话，就得有舍有得。你不舍是没有得的。我们可以说，在你们俩之间的感情的初期，是你有太多不舍，舍不得什么呢？舍不得和前妻断了来往。我们暂且不说你是否还奢望去和前妻有所什么发展，我觉得可能不会，不至于。只不过就是说，前妻对你的父母是不错的，这种情谊你是舍不得的。但是，在你已经进入到另外一段婚姻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对方会介意这件事情。正是因为你的纠缠不清，既舍不得这边，又不舍得放那边，导致了人家现在把你这段舍了。虽然现在你已经把前妻问题貌似是解决了，但是解决的并不坚决，因为人家直接拉黑了3次，你居然偷偷的全给拉回来了。如果你没有拿出实际行动，只是说你应该改变，你应该舍去，办不到。回到女孩，你现在有了那10几只猫，
他占据了所有的感情，以至于你忽略到他对于一个冰棍儿的这种渴望，他其实是在唤起你的注意和在意，但你没有，你已经太久不关注他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想清楚，到底是要走不走下去。如果真要走下去，就得有所舍弃，不是说让你不养那些猫，而是说不要让这些猫侵入到你们之间的生活之中。就是平时的时候和他多沟通沟通一下。对呀，因为你现在没有时间沟通了，你的心里、你的时间全被猫占据了，所以如何取舍，舍哪端得到哪，就要看你们自己心里的真实的想法了，就这样。那其实我不太明白你在要什么，你不希望他跟前妻联系，他断了。不是，然后他说不擦就不擦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你内心是不是不希望他这样？是。然后那个养猫，其实也是用一种跟他作对的欲擒故纵的方式告诉他我需要人陪伴，是不是？对。你那花店经营的好吗？还可以。你银行卡里有存款吗？没有，我不太会。
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其实我想要的并不多，因为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甚至都没要过婚礼，我只想要一份特别简单的信任和一个安全感。如果这个东西你都给不了我的话，我不知道以后还会怎么样了。而且我感觉这段婚姻，我怕我维持不下去。我只是希望以后你把你的注意力多集中在我身上一些。因为动物毕竟还是动物嘛，你还是过敏体质，别让它们太过分了就行。我现在也接受养小动物了，对不？我希望你多注意注意我吧，要不然我现在我真的很累。然后等我们都再成熟，我们再好好考虑要个孩子。我考虑考虑吧。来，请亮灯。来，打开给彼此的爱的记忆箱，请开箱。来，那拿上来说说，这都是什么呀？女生是送了什么？我看看，一支玫瑰。哦，你送一支玫瑰啊？对，花店老板啊，为啥送这个？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4年，他就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送过我一支玫瑰花，然后送的方。谢谢你们，来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PPTV 区里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吧，看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，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我正在。你能好好爱我吗？你确定吗？那再送给你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